你要命啊你们等于开了说你把你的内账交给会计师啊？我们有漏报支出的状况，也就是会计师没有申报给监察院。不会有会计师犯这种愚蠢错。所以我们把这所有的收入跟支出的部分，竞选总部的财务部委托给端木正会计师。会计师事务所一般不愿意接内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违法的。端木正他们家的会计师是中型以上会计师事务所，不是路边野鸡会计师事务所。会计师事务所做的是查核。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，他说他时间来不及，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。当漏报之后，他就把漏报的金额擅自调节。全世界上哪一个会计师2100万的新台币的钱会分9笔把它打散？这他妈当会计师智障吗？会计师很好考是不是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端木正是2015年到台北市府去担任廉政委员的。2024总统大选，柯文哲政治现金说明记者会，石勒当时说他一笔500万。尼奥呢是另外一间公司，跟石勒是同一个老板，都叫戴丽琳，她是黄珊珊的闺蜜。那争点在哪里呢？因为石勒跟尼奥在看到监察院所公布的柯文哲竞选经费，石勒跟尼奥发现有3笔账，尼奥2笔，一笔是200万，一笔是216万，石勒一笔500万的账，完全跟他们公司没关系。他们公司既没有开立发票，也没有收到款项。我认为啦，不是这个时候才确认这个事情，而是如果今天尼奥跟石勒没有开立这3张发票，就会在国税局跳出来说你逃漏税。所以其实石勒跟尼奥他们也不见得有去看这个报告，一定是他们收到了国税局的通知说，你们为什么有3张这么大额的发票啊？你石勒500万的发票你没有入账，你敢是给他申报啊？所以跳出了异常。第4点当中呢，他有说申报资料有一笔1月5号新台币1087万元这样子的转播费用。他说呢，本公司是受到委托来代为支付。那他说这不是公司提供转播的服务，要求民众党这边要予以更正澄清。科目错误是可以的吗？这账到底谁做的啊？首先我先来说明第4点，我们已经把这个收据找出来了。这个收据当中，我们确实是委托了石勒公司来代收代付所有的转播的费用。这个转播的内容包含了柯文哲主席他的造势活动、电视台的转播、当天选前之夜，从1月6号台中场、1月7号高雄场，还有1月12号的选前之夜，有委托进行一个电视转播我们选前之夜的活动。那这笔呢费用确实是委托石勒公司来代为承办，所以所有的费用交给石勒公司来进行代收代付，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。代收代付不会开发票，执行费才会开发票。因为如果公司去进行代收代付还开立发票的话，那会并计他们的营业额，这个会成为他们的核课税的标准。不管哪一种做账方式，不会有可能发生任何代收代付的状况，还会去开立所谓的发票，更不可能代收代付开立执行费用发票，而且这张发票是1087万8千元，87%不能再高。这是完全在污蔑我们会计业人员的智商。那么既然厂商提出了这样子的指控，认为当中有申报不实的状况，并且说石勒里面呢有500万元不实申报，所以我们在周末这2天就直接开始进行全面的清查。那么因为呢大选期间的款项其实非常的多，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进行到第1阶段。第1阶段的部分呢，我们首先查核41万以上的支出。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出现哦，会计业查账一般就是全部都清查，查账就是逐笔的全部要查核，因为这个账已经乱了。所以这里很奇怪的地方是，为什么抓41万以上？为什么不是抓30万以上？为什么不是抓20万以上？是41万以上。我们把逐笔的款项拿出来，确认是不是全部都有申报上去。因为呢，我们认为这当中的这个支出的可能有一些问题，有一些疑义。奇怪，账拉不平，你怎么会事先知道是41万以上的账呢？你怎么不会确定是小额掏空而造成账务的流失呢？然而我们发现了一个状况，在这些申报的资料当中，好，状况来咯， 41万以上的支出
有非常多笔漏报，我们确实有这些支出，但是并没有如实的申报给监察院。好啊，你确实有支出，那你没有如实申报给监察院，那请问你的账怎么评的？好，没关系。正如我们的这个简报中投放的，这第1、2、3笔是我们做小物的支出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他为什么要公布这个？这个不用公布，这个在监察院的网站上面全部都有，他只是把 Excel 档调出来。这也证明一件事情，他们做账是 Excel 做账，还有他们既然有这个 Excel 档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他们内部已经做过收支账。我跟你讲哦，因为他们这2天想的不是如何的找出错误，他们想的是如何的弭平错误。哦，我讲很客气了哦 ，OK， 所以这不是查账哦，这叫兜账。漏报的意思就是我们确实有这些支出，但是并没有如实的申报给监察院。15笔的支出没有如实的呈报到侦查院去，但很神奇的是，在他们的内账表格里面是有的。这是目前列出来漏报的15笔，后面还查到了2笔，这2笔叫做误报。我跟大家具体的说明。首先先看到最侧边的这个，它其实有2个收据，它的支票是525,000元，有2笔，但是我们向监察院呢只申报了其中的1笔。好，来525,000元，然后1笔是50万元，2笔为什么会报成1笔？完全没有任何合逻辑性。短报50万就直接是漏报，这个不叫误报。误报什么叫误报？误报叫报错，叫误报。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会计学上明面上不会发生的一个错误，所以少报50万的意思是你这张从头到尾没有报。可是我有一个疑问哦，都已经做成这种凭证了，而且你仔细看哦，这里就是内涵的地方哦。凭证上方为电脑善打，凭证下方为所谓的纸本粘贴处。你会发现它粘贴了2种东西，这一张是汇款单据，这张是发票，这边是相关主管人员的签核。所以所有的账怎么可能会不平？光从你提列出来你的会计凭证里面，我们就看出一个状况，你的会计凭证是完整的，你怎么会漏报？所以这叫漏报。它2笔嘛，它只报1笔嘛，这不能称作误报。误报是我报了，但我填错了，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事情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了啊！但也就代表说，你都已经登进电脑里面了，为什么最后你在登监察院的系统的时候没有凭账，你没有发现？这会计师是怎样把它改吗？这一种账就非常的荒唐，那代表什么？你支出了总共嘛，但是你在会计上面就是2笔钱，因为你做了2张发票，你做了2次汇款记录，那就是2笔钱，没有1笔，不能2笔混1笔，1笔混2笔，会计就是这样，它很 boring， 它很 routine。总共是400万元，这个400万元向监察院竟然只申报了350万元。这里是让我最不可思议的是，400元报350万元，为什么会计师报350万元？一定是他只收到350万元的单据嘛？会计师就是看你拿什么单据给我啊，我怎么报？所以我们有漏报支出的状况，也就是漏报支出状况，那代表50万不见了哦。因为如果单据是长这样子，他报到监察院是400万，那他的单据是350万，他为什么要这边报加50万？这个是一戳即破的事情，而且你的会计账根本拉不平。会计师没有申报给监察院，这个是匪夷所思，不会有会计师犯这种愚蠢错。竞选总部的财务支出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，因为有非常多的小额募款进来，这个我们统称为关键哦，听楚哦。收入支出的部分呢，包含所有的开支，像是小物的制作、场地的承租或者是活动制作要支付出去的项目，全部总合起来变支出。收入减掉支出，就等于选举的剩余款项。可是我们把这所有的收入跟支出的部分，竞选总部的财务部委托给端木正会计师，把所有的登载工作交给会计师。他这边讲的是支出的部分，有没有会计事务所私底下在接客户的内账？有没有？有，我跟大家讲，会计师事务所一般不愿意接内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违法的。根据商业会计法、会计师法等相关法规规范，没有内账外账。你要命啊你们等于是说，你公开的说你把你的内账交给会计师啊？你确定你这样讲是对的吗？没有会计师事务所在负责登载，尤其端木正他们家的会计师是中型以上会计师事务所，不是路边野鸡会计师事务所。会计师事务所做的是查核，所以这里超级奇怪的，怎么会委托给人家去登载收支资料向监察院呈报呢？就算会计师事务所答应你做内账，那抱歉哦，那内账即为外账哦。还有一个点哦，如果他今天承包了你的内账，他还帮你做签核，那这个有没有违反会计师法的问题呢？
这个就有值得商讨的空间哦。好，所以一般会计师不会接你内账，因为我会计师虽然收你的钱，但其实我在查核你。他们看似是收了你的钱办事没错，但事实上他们是在代替政府查核你，他们在执行他们的业务哦。全场最关键的事情来了哦，我们委托的端木正会计师，他说他时间来不及，所以有很多漏报的情况。当漏报之后，他就把漏报的金额擅自调节。我们查到1800多万，这个是41万以上的，那还有很多41万以下的支出，可能有漏报的情形。哦，如果不像我，这会抓狂。全世界上哪一个会计师2000余万的新台币的钱会分9笔把它打散？你如果说补2万块，他会叫你找发票补个2万块也就算了。这种话如果说出来，有哪个会计师敢出来说陈志忠讲的超棒，会计师就是会这样做账？真的吗？当会计师智障吗？会计师很好考是不是？我这在晕倒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能否认呐，搞不好是端木正会计师就是白痴啊！好，如果是这样哦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最后查出来端木正会计师，到时候他第一个他一定被取消会计师资格，第二个老子一定在我的脸书跟我的 YT 社群一定痛骂他。如果他做这种事的话。